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3月29日，在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阿里巴巴分拆的真正积极意义。美股和港股市场对于阿里巴巴分拆都给予了正面回应。这不光代表对其未来整体价值提升的憧憬，也同时代表了市场对于其他同类科技巨头未来通过分拆而提升价值的预期。而这里，我们也要看到此事背后更重要的意义。2020年底开始的对于互联网等行业的企业强监管，外界和市场都对于中国政府的粗暴手段给予了强烈批评和负面的预期。但大部分人也因此并没有真正理解监管背后的真正目的。强监管只是一个时期的手段，并不是目的。而目的也不像外界说的那样针对整体私营经济，而是对过去20年监管缺失的行业进行补漏式监管完善。这是外界一直被粗暴手段而误导的。当然，主要责任也在于中国政府一贯的封闭式管理模式，对于政策没有详细的解释和市场说明。而今天我们看到，阿里的分拆实际上是在后管制时期，阿里跟中国政府达成的一个升华级的解决方式。20年来，由于互联网的迅速兴起，阿里、蚂蚁金服这些野蛮生长而来的科技巨头最终成长到大到让政府顾虑的地步，所以2020年最终引来强管制，而并不是简单的马云的一席狂语所致。2年的强监管过后，中国政府先选择了用几乎免费的黄金股的方式实现管制，但自由意识的市场和外界不太接受，很多诟病。实际上，黄金股早在撒切尔对于英国国企私有化的时代就被西方普遍运用，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发明。但今天并没有人关心这些根本因素。但如果要以真金白银进入阿里这个体量如此巨大的母体来实现参与管理或监督的话，资金需求也太高，很难实现。现在分拆成7个部分，比如说，可能有4个是政府需要管制了，可能涉及数据安全、金融安全的，那就只需要政府参与这4个部分。而另3个部分可能是完全充分竞争，没有强监管必要的，因此可以不需要参与。而分拆之后，各部分价值暂时也小了，央企也好，其他2级国企也好，资金参与的要求要小了，这样中国政府想参与，又不用被黄金股形式般诟病，那就可以真金白银正常以资本市场形式进入这些部分，参与管理或实现监督。再者，分拆以后这些事业不再实是阿里下面的2级企业，这样政府以任何形式进入的时候也没那么显眼，不会招致太多关注和批评。所以阿里分拆带来的更积极意义在于，这可能是后管制时代的一个可参考模式，是对中国各大科技巨头2年来强监管的一个阶段性解决方式。最早的强监管大棒只能打下来一下，但长治久安还需要靠类似这样的稳定模式来实现。今天阿里分拆是一种形式，可能后面会有其他形式，但至少这肯定是阿里和中国政府2年来互相讨论得到的，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这是本次分拆的背后意义所在。市场的误解在于其不理解中国政府的监管目的，所以总是从各种事件来窥探监管是松了还是未放松。但其实这并不是松与未放松的问题。推出更多监管措施，不代表未放松，而达到一些市场乐于看到的成果，也不代表松。
监管的目的是未来从本质上让监管跟上产业的发展，不至于脱节而产生各种失控和危机。监管将长期存在，但监管长期化实际上是对产业发展起到正面意义，某种意义上反而是更松了的发展前景。这是需要市场对中国政府的监管有更多的理解和观念性改变的。当然，这更需要中国政府本身要对政策加以更多公开性的说明和解释。阿里巴巴的分拆应该是后监管时代各种模式采用的开始，这对市场对中国政府的监管都是正面的。本文作者苏哲仁，投资家，中国简报特约分析专家。泽伦斯基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乌克兰。加拿大广播公司，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连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表示担心，如果他的国家不能赢得巴赫穆特正在进行的战斗，俄罗斯将开始为达成协议争取国际支持，这可能需要乌克兰做出不可接受的妥协。泽连斯基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了访华邀请。几十年来，中国在政治上对俄罗斯有利，在经济上与俄罗斯结盟，通过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中确立官方中立立场，为普京提供了外交掩护。这次访问可能为乌克兰提供一个机会，与国际地缘政治中另一个主要参与者的领导人讨论冲突。泽伦斯基说，他担心华盛顿政治力量转变的影响。美国明白，如果他们停止帮助我们，我们就赢不了。他说，比亚迪销量飙升，特斯拉在华价格战适得其反。金融时报，中国汽车制造商将首次在乘用车市场上超过外国竞争对手，因为特斯拉去年的降价导致价格战打击了日本、欧洲和其他美国汽车制造商。总部位于上海的 Automobility 创始人 Bill Russo 表示，在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10月份降价后，比亚迪获得了显著的市场份额，引发了整个行业的核选择，供其他公司效仿。今年前2个月，比亚迪在中国的销量是特斯拉的5倍多。去年，中国汽车制造商占乘用车销量的40%几。与此同时，比亚迪公布2022年净利润激增400%以上，达到166亿元人民币，24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动汽车市场之一。然而，减缓经济增长的严格的大流行限制措施正在削弱乘用车销量的同比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警告称，该行业目前面临库存急剧上升和经营压力加大的局面。此外，随着北京自2009年以来支出超过1200亿美元支持该行业后，取消了慷慨的国家补贴，对电动汽车的需求正在放缓。又一次挑衅，如果台湾总统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中国威胁要反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中国警告说，如果美国众议院议长下个月计划在美国过境期间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中国将作出回应，声称任何此类举动都是挑衅。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并经常警告美国官员不要会见中国官员，将此类会面视为支持他认为的台湾要求独立。台湾领导人定期访问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外交盟友，尽管这些不是正式访问，然而这些旅行通常用于举行高层政治会议。虽然他的行程尚未得到官方确认，但蔡英文预计将在危地马拉和伯利兹之行结束后，在加利福尼亚会见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他将在纽约和洛杉矶过境。中国指责英国对 TikTok 禁令过度扩张安全定义。独立，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表示，英国阻止 TikTok 在其政府设备上使用是过度延伸和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在审查后要求禁令。该禁令并未扩展到部长和其他官员在其设备上使用中文视频共享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已被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许多政府设备禁止使用。
这些禁令反映出人们担心该应用程序背后的公司字节跳动可能会将数据传递给中国政府。尽管 TikTok 坚称它不共享用户数据，但批评者认为其使用条款允许该公司将数据发送到中国。美国指控班克曼·弗里德贿赂中国官员。金融时报 FTX 前首席执行官 Sam Bankman-Fried 除了已经面临的12项犯罪指控外，还被指控向中国政府官员行贿4000万美元。检察官声称 Bankman-Fried 以加密货币行贿，以恢复与其姊妹公司 Alameda Research 相关的被冻结交易账户的访问权限。Bankman-Fried 聘请了律师，并据报道使用了个人的个人身份来尝试解冻账户。自从他从巴哈马被引渡以来，他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州保释，目前正在等待审判，目前定于10月进行。在检察官指控 Bankman-Fried 联系前同事并试图使用虚拟专用网络后，法官 Louis Kaplan 修改了 Bankman-Fried 的保释条件，要求他使用受监控的笔记本电脑和没有互联网功能的电话。Decide 数据加强了解 COVID-19 起源的希望。金融时报用于调查 COVID-19 动物起源的基因组数据已从全球共享所有流感数据倡议 Decide 网站上暂时删除，现已再次提供。研究人员现在将能够使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月份首次发布的数据，调查该病毒与动物之间的潜在联系，包括2019年底在武汉市场出售的和 COVID-19 起源于华南市场的理论一直存在分歧。这种情况因中国在大流行开始时删除数据的说法而加剧。尽管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认为该病毒极不可能来自实验室，但美国政府坚持认为该理论值得考虑。尽管一些科学家批评 Decide 删除数据，但该组织声称这是暂时的，旨在纠正不一致之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表示为绿色贷款提供资金3000亿元。彭博社中国人民银行 PBOC 鼓励银行通过其在贷款计划提供更环保的贷款，这些计划提供更便宜的资金，并鼓励贷方披露更多有关其能源使用的信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论坛的一个小组讨论会上表示，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一项旨在促进绿色技术的计划，向企业提供了6000亿元人民币880亿美元的商业银行贷款。目前，中国已发放超过2万亿元的绿色贷款。该国领导曾表示，他计划强制银行披露气候变化信息。近年来，单位 GDP 的化石燃料排放量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向清洁能源的转变，其中可再生能源约占电力的37%。几乎所有的新公交车和出租车都是电动的。到本10年末，电池驱动的汽车将占中国新车销量的1/5。然而，中国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空气污染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政府推动燃煤发电威胁到气候目标，其沿线的水坝项目被视为糟糕的可持续政策，河流干涸，湿地消失，农民受苦。中国经济规划官员认为全球增长和通胀面临风险。彭博社中国国家经济计划署的一位主要官员透露，随着全球增长失去动力和全球压力增加，中国现在面临更具挑战性的经济环境。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周三在海南博鳌论坛上表示，美国和欧洲能否控制通胀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中国受美国银行业危机的影响很大，因为低外债和资本管制进入受监管的跨境流动。论坛的其他小组成员讨论了在绿色技术和适应持续的人工智能中断方面加强合作的迫切需要。灾难，中国大使在致新西兰国会议员的信中抨击美国。悉尼先驱晨报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向众多国会议员发送了一份11300字的报告，称美国是失败的民主模式。就在乔·拜登 Joe Biden 在美国民主峰会上发表讲话之前，在一封长达36页的信中，他指责美国通过每年发布人权报告卡和组织人权调查，试图将世界分成2个阵营。大使称，中国的治理体系是民主风格的典范。
由哥斯达黎加、荷兰、韩国和赞比亚共同主办的虚拟民主峰会将有120个国家、民间团体和科技公司以及新西兰总理克里斯·希普金斯参加。阿里巴巴公布分拆计划后，软银股价飙升。彭博社在宣布阿里巴巴将切断与自己的金融服务部门蚂蚁金服的联系后，日本科技集团软银的股价上涨了 6.2%。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将提升阿里巴巴的企业价值，因此对软银等对该公司进行大量投资的公司产生连锁反应。软银尤其依赖其在阿里巴巴的持股，将其作为资助创业项目的主要现金来源。全球债权人与中国开发商的长期争夺。彭博社，随着该行业进入困难的第3个年头，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重组仍在继续。开发商之间的海外债务重组因其复杂性、合法性以及有时冗长的债务重组过程而受到阻碍，而在香港法院提交清盘呈请的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尽管海外债券大幅下跌，投资银行野村证券警告债券持有人，在公布中国恒大集团最近的债务重组计划后，他们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收回资金。预期政府为缓解房地产行业的流动性紧缩而采取的措施可能已经太少也太晚了。持续缺乏流动性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近期财务造成不利影响。新书《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官》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深入探讨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军队和经济的整合控制，并探索了他实施的系统性变革。该书详细介绍了人事布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聚焦26位中国最有权势和最重要职位的人，让读者清楚地了解中国未来高层政治的走向。这本书在亚马逊上以 Kindle 电子书和平装本格式提供，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根据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提供易于访问且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6Do World